女人可以没有男人，但得有个孩子，如此我就能将黑风寨传给你，不会让它落到外人手中。男女之事行得好，女人会更加娇艳。你找男人的时候，不能只看脸，还得看身材，看体格，看身高。没出息，学着点儿。娘亲说的直白大胆，我次次羞涩回避，却万万没想到，这些话日后都成了我唯一的念想。寨寨身体损耗过重，早已油尽灯枯，能撑到如今，已是强弩之末。你要将黑风寨经营好，千万不能落入他人手中。还有，一定要有个自己的孩子。3日静坐，眼泪早已流干，脑海中反复盘旋的全是娘亲毕生的叮嘱：守好筛寨，必得一子。寨中男子虽多，可娘亲说外头的后生粉头白面，体格更好，生出的孩子更壮实，我信娘亲。1尺8的高挑身形，品相绝佳，体格出众，正是娘亲说的最适合繁育子嗣的好人选。主子，这人都快死了，还要……废话少说，抬！死了当积德行善收尸，活了便是老天爷赏我的机缘。伤口极深，但发现及时，暂无性命之忧，好生调养便可痊愈。能救就行，尽管用好药。咱黑风寨别的没有，药材管够。狼艳独绝，世无其二。我从未见过这般好看的男子，这般品相，日后生下的孩子定然眉眼出众，样貌绝佳。可娘亲叮嘱，有孕之后必须与男子撇清干系，免得对方抢夺孩子。若是可以，我真想和他多生几个。年少羞涩，避而不听，如今翻看，只恨当初太过懵懂，错学了太多。横竖路他上山，本就是为了生子。趁他昏迷，或许……你干什么？你晕倒在山脚，是我将你捡回来，悉心医治的。完蛋，怎么还结巴了？我又没做错事，好吧，确实有点亏心。你如今伤势渐好，也该报恩了。你想我如何报恩？自是以身相许啊，话本子里都是这般，救命之恩以身相许，顺理成章，而后便可相守生子。我又不是女子，如何以身相许？不以身相许也没事，那你和我生个孩子。你这女子怎么能说出这般大胆的话？我救你本就是为了和你生孩子，不然我何苦费力救你？你如今身子尚未堪愈，我不逼你，等你彻底养好伤势，再报答我也不迟。你脸这么烫，是不是发烧了？没有，你出去。原来心动是这般滋味。娘亲说的洞房花烛夜，当真有那般美好吗？越发期待了。主子，那后生已经醒了，今日精神头极好，还去厨房讨了一碗热粥喝。哦，主子，他如今身子大好，是不是很快就能同您生孩子了？您当初不是打算掳来后生，直接灌软筋散成式的吗？你胡说什么？娘亲确实教过，强求不成便用此法，但那是最后的退路，但就跟我提到。
我可是堂堂寨主，讲究文明行事。闭嘴！我那是救人，不是掳人。这般体格，这般样貌，果然是绝佳人选。我越发想和他生孩子了。你醒了？还不知你叫什么名字？青苗。江彻。江彻，当真如画本子里走出的男主，好听又雅致。我是江湖游侠，被仇人追杀，不慎倒在山脚。仇人多吗？会不会追到黑风寨？应当不会，他们都以为我已经死了。那就好。你不好奇我为何被人追杀？你想说便说，不想说便作罢。你的江湖恩怨与我无关，我只需守好山寨，达成自己的念想便可。你昨夜说的话是认真的？自然是认真的。你连我的身世、品性一概不知，为何执意要和我生孩子？我知晓的，你叫江彻，是江湖游侠，身负仇家，样貌绝佳，身高1尺8，体格出众，样样都好。够了，这人怎么动不动就脸红，实在好看的紧。行侠仗义的江湖游侠，不错。那咱们可算是同道中人。我们黑风寨虽顶着土匪的名头，做的却一直是劫富济贫的善事。3年前燕郊大旱，地里颗粒无收，经历白米从5文钱一担疯涨到500文，就连最便宜的粟米都涨到了300文。朝廷明明放粮赈灾，可粮食全被贪官层层贪没，分到百姓手里就只剩一碗清汤寡水。我娘看不下去，带着寨里弟兄劫了贪官的粮仓，把粮食全部分给受灾的百姓，所以在朝廷眼中，人人喊打的肥土。可在穷苦百姓心里，我们是好人。怎么样，我们算不算够义气？确实够义气。不说这个了。你闯荡江湖这么多年，肯定遇过不少趣事吧？讲来听听。我也想跟着你一起闯荡江湖。那你辛辛苦苦守着的黑风寨也不要了？那你等我生个孩子接手黑风寨，我就彻底放下寨子，跟你去闯荡江湖，跟你去闯荡江湖。哪有姑娘家整日把生孩子挂在嘴边的？我是真的想当江湖侠客，你教教我武功好不好？你现在的功夫是谁教的？是我娘，她自己琢磨的野路子，打人可疼了。你们这练的究竟是什么功夫？这是黑风18斩，我娘亲手创的招式。看着倒是有模有样，就是底下这群家伙太不成器了。好像他本就该留在这里。日日相伴，早已习惯。
寨主，工部侍郎李锦贪了南阳3000余两赈灾款，2日后会从咱们山脚路过。3000余两。南阳刚遭了水患，房屋良田全被冲毁，这笔银子是用来重建家园、修筑河堤的。来人，召集所有弟兄，咱们有生意要做了。李锦带了多少护卫？走哪条路？护卫约40人，走东边官道，过青石坡就是咱们的地界。青石坡两侧山势陡峭，最适合设伏。我带一队人从东面截断退路，你带人正面拦截。你不是江湖侠客吗？怎么劫道的法子这么熟练？侠客也得吃饭糊口。好汉饶命！求各位好汉饶我一命！想来他也是痛恨贪官污吏，见到赃银才会动怒。多谢2位大人，多谢2位大人救了南阳百姓。青苗，你带着众人先回黑风寨，余下的事交给我处理。还有什么事？银两虽已送到，无人监管，依旧会被贪没。我留在这几日，安排妥当，便回去。他说的是回去，原来黑风寨已经是他的家了。你笑什么？关你屁事！回到寨子后，我就笑不出来了。闭上眼就是他那张脸，什么弯眼睛，什么红耳朵。第7天，一碗饭剥了半天没吃2口。小姐，你这是病了，我去请大夫。没病。那怎么不吃饭？不饿。小姐，你该不会是想江公子了吧？谁想他了？我只是觉得他不在，寨子里少个交工的人不方便。是，不方便。你那什么表情？你那什么表情？没什么表情啊。小姐，你怕是爱上江彻了？爱上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娘没教过我怎样是爱上一个人，她只教我如何生孩子。可我记得她年轻时提起我爹，也是这副吃不下饭的模样。第10天，我正心不在焉地擦刀，就看见江彻骑着马走过来。他瘦了些，风尘仆仆的，远远地瞧见我，他朝我走过来。不认识我了。江彻，我以为你不回来了。我还没报恩呢，自然是要回来的。你想报恩？青鸾，干嘛？快去准备铺床叠被
眼红烛，我今晚就洞房生孩子。大鱼呛了口水，咳得直不起腰，身后那人大约已经红到脖子根了。这什么带子，绑了几个结？你慢点儿。我不想慢点儿。王爷，属下救驾来。王爷，王爷，你是王爷？谁准你们现在闯进来的？我分明吩咐过，必须等我传令。王爷，您此前说以红灯笼为信号，属下远远看见院内挂起红灯笼，便立刻带人赶来救驾。红灯笼是我让人挂的，一场洞房喜庆，竟直接把整个黑风寨全都暴露了。江彻，你给我下了药。苗苗，对不起。江彻，我好心救你性命，你从头到尾都在欺骗我，骗我也就罢了，你还要毁掉我娘留给我唯一的念想，毁掉黑风寨。娘亲从前和我说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心疼男人倒霉8辈子，爱上男人会丢了性命。那时候我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如今彻底明白了，可一切都来不及了。从小到大生活的家，所有回忆全都烧成灰烬了，只因为我一时心软救了他。江彻，我恨你，此生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。他没应，江彻没杀我，也没把我关进大牢，他把我安置在宁阳王府的一个小院里，配了2个丫鬟伺候起居。王府伙食确实比黑风寨好，炖有肉，还换着花样来。他让丫鬟给我换了身流光锦的裙子，头上插了只珠钗。丫鬟把铜镜搬到我面前时，我愣了好一会儿。娘亲从前总让我穿粗布素衣，说行事低调才方便劫富济贫。如今这身千金打扮好看又华贵，可我半点都不想要。我只想换回旧布衣，重新提刀站在山寨山头。我没绝食，丫鬟送什么我吃什么，我也没闹，每天坐在屋里安静静。江彻一次都没来，可我想见他，我不是想念他，我心里攒着无数质问，想要质问他。我从未残害百姓，只劫贪官银两救济灾民，更是救过他的性命。他凭什么毁掉我的寨子，囚禁我？曹氏贪没诺赈灾粮的事，皇上知道了，曹家全族流放岭南。李锦贪没赈灾银，3日后移3族。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？劫富济贫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只有把蛀虫连根拔了，才能彻底根治。你的办法是错的。我方法错了，江彻，不是谁都是高高在上的王爷。不是谁都能进宫面圣去告御状的，老百姓等不了你们查案定罪，饿死的人等不了你们走程序。我不过是用自己的法子做了该做的事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错了？苗苗，你走，我不想看见你。苗苗，滚！小姐，你别生气，王爷这么做其实是为了保住你。保住我？保住我就把黑风寨端了，一把火全烧了。皇上早就下旨要派兵剿匪了，若真是朝廷的人去了黑风寨，不是一把火的事儿，是几百条人命。王爷这些天一直在宫里周旋，一边递贪腐的证据，一边跟皇上求情，说黑风寨只是劫贪官不伤百姓，求从轻发落。今天好不容易得空才来看您的。别说了，姑娘，天寒，别着凉了。你家王爷最近忙，小姐想见王爷，我去说，我现在就去说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放了我？你想走？宁阳王爷把我关在府里，是什么意思？想纳我当妾，还是做通房丫头？可我还没报恩。江彻，
你已经报恩了啊！你端了我的寨子，烧了我的家，把我关在这儿，还这不算报恩？混蛋！青淼，我说了，我想报恩，等报了恩，我放你走。等你怀了孕，我就放你走。什么？你当初把我掳上山，不就是为了生孩子？如今我答应你，等怀上了，你随时可以走。我坐在被子里，脸烫得不行，所以他是打着报恩的旗号赖在我床上。我想反驳，可又不知道从哪儿驳起，毕竟这事儿确实是我先提的。于是江彻日来，每日天一黑就推门进来，也不多话，外裳一脱，直接上榻。头几日我还绷着脸不想搭理他，后来实在绷不住了，因为这人一旦缠上来，根本没法保持冷淡。够了，我要断了！再来一次。来个屁！你明天还来不来了？来。那你急什么？他顿了一下，慢慢笑了，那笑闷在我颈窝里，热气打在皮肤上，酥麻麻的。我恨得拍了他后背一巴掌。眨眼到了年节，王府里早开始张灯结彩，出挂红绸贴窗花，我的小院也没落下，门上贴了春联，院里的枯树枝上缠了红绳。江彻已经好几日没来了，白天还好，到了晚上床空荡荡的，我缩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不是想他，是习惯了旁边有个人，暖和，就是暖和，别的没了。临近年节，王爷事务多，小姐再忍几日。谁让你以为我在等他？我巴不得他别来，亲亲。玉童没戳穿我，笑着把宵夜放下，退出去了。我躺了一会儿，爬起来把宵夜吃了，一碗桂花酒娘圆子，甜的，也不知道他吃了没。说完自己愣住，放下碗，深吐了一口气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我娘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爱上男人会丢了性命。我现在倒还没丢命，但算计男人这件事上，我娘漏了一条忠告，不要对男人太善良，不然落得个什么下场根本想不到。江彻嘴上说报恩生孩子，可真上了场那架势哪里是报恩，分明是讨债。我真的太累了，不仅身体累，手累，腿累，腰累，哪儿都累，整个人就像被人拆了骨头重新拼回去，哪儿都不对劲。年节这日，江彻终于开了院门放我出来。我站在门槛上愣了一下，外头的阳光晃眼睛，我眯着眼站了好一会儿才适应过来。东香阁备了饭，陪我吃。你说的倒轻巧，这几天把人关着，关够了才想起请人吃饭。他没接话，转身往前走。我跟在后头小声骂了句什么，他耳朵动了动，假装没听见。东香阁里摆了满一桌热菜冷碟果子汤，团圆圆一桌子。我刚坐下，筷子还没拿稳，一股油腻的味道飘过来，红烧肉酱色油亮，冒着热气。我只是闻了一下，胃里猛地翻了个个儿。我一把捂住嘴，筷子啪的掉在桌上。怎么了？我摆手，起身就往外走。干呕了半天，什么都没吐出来，胃里空荡荡的，翻搅的难受。饭菜不合胃口，还是受凉了？要不要换几道清淡的？我按着胸口摇头，说不上来哪里不对，就是恶心。他看我脸色不好，也饭吃了，立刻让人去请府医。府医来得快，一搭脉，老头捋着胡子笑了，笑得一脸褶子。恭喜王爷！我和江彻同时看过去。青淼小姐有喜了，1个多月的身孕。我愣住，江彻也愣住，他看着我，像是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。他绕过桌子走到我跟前，蹲下来抓住我的手。我低头看他，这人眼睛亮得不像话，嘴角翘着压都压不下去。你起来。我们有孩子了。脑子里空白了一瞬，有孩子了。我伸出另一只手，慢慢覆上小腹，平坦的，什么都摸不出来。可府医说了，里头有一小东西，我的也是他的。那天晚上，江彻给府里上下所有人都发了赏，连看门的老狗都多得了块肉骨头。他喝了很多酒，一壶接一壶，脸红到耳根子。后来他趴在桌上，侧着脸看我，眼神迷茫。淼，我要当爹了。知道了，你说了800遍了。喝成这样，明天头疼别找我。他没应声，睡着了。烛火跳动，映着他的侧脸。睡着了，倒比醒着时老实。我起身走到院子里，年节的鞭炮声远近响着，月亮挂在枝头，又圆又亮。娘，我怀孕了，有自己的孩子了。我转头看了一眼还趴在桌上的江彻，他说过的，我怀了孕就可以走了。我矫健一点，
身子借着院墙翻了出去。大年年的上京城灯火通明，家家户户关着门吃团圆饭，街上反倒空荡荡的。走出去半条街，我才发现我没地方去。黑风寨没了，我娘死了，只剩下我们娘俩了。走着走着，路过闹市口，墙上白纸黑字贴着告示：南阳王评判柳公，剿灭黑风寨匪窝。我一把扯下告示，撕了，碎片在夜风里飘了一地。有个守岁没睡的老头从窗里探头看了我一眼，又缩回去了。我没管，转身走了。回到黑风寨的时候，天快亮了，寨门没了，围墙塌了一半，里头烧的只剩些焦黑的断壁废垣。我坐在曾经是聚义厅的位置上，脚下踩着灰烬和碎瓦。那天王府的人冲进来的时候，月亮也是这样，又大又亮，照得院子里一片惨白，没出息。江彻知道我跑了，我走的那晚太着急，落下了痕迹。他派人来找我，开始躲，白天赶路，晚上找个破庙或者山洞对付一宿。不敢走官道，不敢进大城，还换了一身男装。小兄弟，我对着铜镜看了看，有几分侠客的样子了，就是脸太白了点儿。跑了10天，终于出了上京地界，一路上遇见为富不仁的就劫，遇见穷苦挨饿的就帮。只是有个问题越来越严重，肚子大了，腰身圆了一圈，走路都费劲。有次我去劫一个贪官的马车，刀还没亮出来，车夫先看见我的肚子了。这位女侠，你这肚子……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孕妇劫道吗？钱留下。体面是没有了，但银子到手了。这日路过雁荡山，天阴沉沉的，山道两边全是密林。我牵着马走在中间，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太安静了，连鸟叫都没有。果然，破风声，数十支暗箭从林子里射出来。听说你腹中是南阳王的孩子，我心里猛地一沉，这话不该有人知道，除了我和江彻，谁会知道？生前他。完了！主子，你跑什么跑？找你找的老子腿都稀了！这不是我的人吗？主子，跟我走。这声音，青鸾，你不是？主子，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，你先跟我走，路上说。主子，你怀孕了？真的？你真的要有自己的孩子了？是南阳王的？是他的，但那群黑衣人怎么知道是他的？这件事知道的人拢共就那么几个，除非……主子，你误会王爷了，黑风寨的人都没死，一个都没死。王爷把所有人都转到了另一个地方。什么？你去了就知道了。主子，可算找着你了。行了行了，起来，又没死，哭什么？我愣住了，眼前是一座寨子，寨门、围墙、聚义厅、后院一模一样，和黑风寨一模一样。如果不是我亲眼看着那个地方被烧成灰，我会以为自己压根儿没离开过。寨主回来了！寨主！哎呀，回来了！其实王爷回黑风寨之前几日就吩咐我们把重要的东西收拾好了。你被带去王府后，他把我们所有人都送到了这里，让我们照着黑风寨的样子重新建一个。他让我们瞒着你，说是要给你一个惊喜。本来打算年节后带你来的，可你跑了，王爷派人满城找你不着。后来他被黑风寨救过他的事，不知怎么传到了皇上耳朵里。这几天他忙着应付朝堂上那帮人，分身乏术。朝中有人得知你怀了他的孩子，想除掉你。今天那些黑衣人只是第一批。主子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我看得出来，王爷他是真的在意你。他不在意，不会做这些。在意，他当然在意，可他在意的方式让我窝火。他是王爷，他有权有势，他可以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。可他从头到尾没问过我一句，你想不想，你愿不愿意？他要是跟我说实话呢？跟我说他是南阳王，跟我说皇上要剿匪，我会怎样？我会拎着刀非要跟朝廷拼命吗？我又不傻。可他没说，他擅自做了所有决定，他以为那是保护。我是土匪头子，我当了5年寨主，我什么时候需要别人替我拿主意了？走吧，带我去看屋子。这是我娘及笄那年送我的，我以为她和那场火一起没了，原来青鸾带出来了。
我在寨子里住下了，日子和从前差不多。青鸾伺候我起居，大鱼和小六子轮流守夜，肚子一天大起来。只是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，说不上来。一切都和从前一样，什么都一样，连每天的饭菜都差不多，可就是有种说不清的感觉，像穿了一件合身的衣子，却不自在。9月初8，一早起来就觉得肚子发紧，不是饿，是那种从里往外绷着的感觉。主子不舒服，肚子有点不对。今天怕是要生。这么快？快什么快？10月怀胎，早该卸货了。你以为能揣一辈子啊？不呢，干净的布够不够？再去找几块。够了够了，你别比我还先晕过去。可是等了一整天，肚子紧一阵松一阵，就是不来真格的。真生的时候我叫你。深夜，我半梦半醒之间，忽然想明白这个寨子和黑风寨的区别。黑风寨的后山有条小溪，夜里安静的时候能听见水声，这里没有。哎呦，青鸾，怎么了？破了。我去叫稳婆。主子你等着。我躺在床上，疼痛一波的涌上来，是从腰往下，像被人活撕开。外面传来青鸾的脚步声，不对，远处山下隐隐约约有喊杀声，刀剑碰撞的声音。主子，稳婆不见了。什么叫不见了？人不在了，不光稳婆，寨子里好些人都不在了。山下打起来了。青鸾在，主子我在。王爷是不是提前交代过你们什么？主子你别问了，交代了对不对？王爷说，若有人来犯，让寨中能战之人全部下山迎敌。稳婆大概也被人带走了。好的很，又打起来了。我的孩子挑了个好时候。青鸾，你给我接上！我不会啊，主子，我从来没接过。万一出了什么事，王爷让我护着你。要是你和孩子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跟他交代？青鸾，看着我，我娘生我的时候也没有稳夫，在山洞里就我爹一个人接的。我爹一个只会耍刀的糙公子都能把我接出来，你比他聪明10倍，行不行？你去看看孩子头出来了没有？有头发了，主子我看到头发了。好，那就快了。外面的喊杀声还没停，我没工夫管，疼到后面我已经分不清到底是我在叫还是风在叫了。青鸾，我只能靠你了。他跪在床尾，双手接着，整个人抖得像筛糠。我使劲的时候，脑子里是江泽那张脸，现在只想把这个崽子赶紧弄出来。天光亮起的时候，一声啼哭劈开了所有声音，比刀声响亮，比火光刺眼。是个小公子。我低头看怀里那团东西，皱巴巴的，红彤彤的，跟个猴子似的。我盯了半天，明明江彻那么好看，他的孩子怎么长这样？主子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没有，我在想，这孩子不会长大了也这么丑吧？主子，你刚生完，能不能正经一回？小猴子在我怀里哼喃了一声，小拳头攥得紧紧的。丑是丑，倒挺有劲儿。山脚下的厮杀也结束了。主子，是曹植的人，和皇上告密说南阳王被我们救走的，也是曹植的人做的。如今人全都死了，一个活口没留。但是，主子，他们定然不会罢手。这次是一波，下次还有。我们要不要转移地方？怎么转移？主子刚生了孩子，血都还没使利索，你让他翻山越岭。王府就是个不错的地方。主子，去王府吧。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该为世子考虑。世子，这俩字从青鸾嘴里蹦出来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。可我看着大鱼身上那些伤，看着院子外面黑风寨的弟兄们，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活下来。今日起，黑风寨解散。此前因为生活所迫，我们才进山作匪。如今不光皇上盯着，还有旁的势力盯着。我不想你们因为我受伤，因为我丧命。从今日起，你们另谋出路。那个主子，怎么？我们如今已经入了南阳王麾下了。什么？我们是南阳王的亲兵，有军饷的那种。江彻，好啊你，连挖墙脚都挖得这么彻底。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给你看，你家世子是个结实的小公子呢。得，又一个觉得丑的。江彻朝都不上了，整天抱着那个丑猴子在院子里转，嘴里嘎嘎的斗，笑得跟个傻子一样。唉，你不觉得江毅长得什么？没事儿。你看，这不就差一个名分了吗？不差。到底为什么不愿意？我想了想，
没找到一个能说出口的理由。我是土匪，我配不上王妃的位置，我向往自由，不喜欢条条框框把人绑死。就算你成了王妃，也不会被困在王府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我看着他，可我不是王妃，我也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那成王妃的意义是什么？多一道枷锁罢了。江毅3岁那年，我趁着夜色背上江毅，翻墙走了。娘，我们去哪儿呀？带你去看大船。好耶！我带着他坐船一路往南，最后选了个依山傍水的小镇子落脚。我买了处宅子，从此和江毅过上了普通日子。我给他买麦芽糖。我长大了也要当土匪头子。没出息。那当什么？当个好人。土匪不是好人吗？你娘我是好土匪，别的不一定。江毅5岁那年，我正蹲在院子里洗衣裳，门被拍得山响。开门一看，江彻站在门口。爹爹！爹爹你来了，娘说你肯定找不到我们。青苗，你好本事啊，一声不吭拐走我儿子，2年，整2年。我从一开始找你就是为了生孩子。你，我不走。今天你生辰，多喝2杯。我拗不过他，他就住下了。然后在他生辰那天，我给他温了壶好酒，再来1杯，最后1杯。他醉倒在桌上的时候，我已经把包袱收拾好了，背起江毅，轻手轻脚出了门。娘，我们又跑啊！嘘，3年时光，我和江彻，你追我赶，几乎跑遍了整个大燕国。娘，你为什么老躲着爹爹？习惯了。骗人！直到江毅10岁那年，我再一次被江彻堵在门口。这次他没有风尘仆仆，衣衫整洁，人也不瘦了。青淼，能不能别跑了？你不是想行侠仗义吗？你不是想自由吗？我什么时候拦过你？带着江毅跑来跑去，不说这是不是他想要的，就这样居无定所，对他真的好吗？这句话扎进来了，我张了张嘴，没能反驳。江毅，你想跟着娘继续走吗？娘，我想行军打仗，我想立律功，我想保家卫国。行，那你跟你爹回去。那你呢？娘回江南去，还是那个院子。你什么时候想来，随时都来。好。江彻站在那里看着我，我没看他，转身回屋去了。我什么也没有，不对，我有一个带柿子树的院子，够了。江彻经常写信来，字很好看，废话很多。第1年，他说江毅习武很有天赋，比同龄人快2年的进度。第3年，他说江毅已经做到了副将的位置，最年轻的那个。第5年，他说江毅带兵平了江中匪患，被封为威远将军。我看到匪2个字的时候笑了半天。第7年，他说江家军已经全权交到了江毅手上。他在信尾写：“你该骄傲。”我把信叠好收进匣子里，匣子快满了。第8年，江毅被封安国公。同年，江彻主动上书告老还乡，从此远离朝堂。我听到消息的时候，正坐在廊下看雨。秋天了，柿子又熟了，噼里啪啦砸在地上，烂了一片。我想，他才多大就告老还乡，装什么老头子呢？然后大门被敲响了，我搭了鞋去开门。王府已经全都交到江毅手上了。如今我来陪你一起闯荡江湖。我的手指捏紧了门框，脑子里忽然闪过很多年前的事。我是江湖游侠，被仇家一路追杀，才逃到这山中落脚。行侠仗义的江湖游侠，不错。我也想跟着你一起闯荡江湖。那你辛辛苦苦守着的黑风寨也不要了。现在孩子没继承黑风寨，继承了个王府，比黑风寨气派多了。我看着门口这个人，鬓边有几根白发了，眼尾多了2道纹，但笑起来还是那个样子。
好，往哪儿走？往哪儿都行，只要有你在。